情绪是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当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如果你驾驭不了你的情绪，你的世界将会是怎样？当你与你的另一半争吵了一个晚上，通宵难眠，第二天还得去上班，你将会如何承受工作的压力？当你堵在缓慢爬行的车流，另一名司机任意抢道，硬塞在你的前面，你将会如何面对别人的鲁莽？当你辛苦奋斗了一年，希望得到老板的赏识，争取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结果这个机会给了别人，你又将如何应付人生的失落与无奈？如果你对这些遭遇愤愤不平，任由失控的情绪主导你的行为，做出过激的反应，那么你的生活很可能是前一秒天堂，后一秒地狱。一时冲动过后，追悔莫及。冲动是魔鬼，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是每个人一生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知道，情绪是信使，每一天都在给你传递信息，有些你已经察觉到，有些深埋在你的潜意识之中。无论你是否感受到它的存在，它都在告诉你你的内心需求是什么，并引导你关注你的各种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和人生价值需求。在日常生活中，你可否留意到情绪传递的这些需求？夫妻争吵有可能是一方的情感依恋需求或者安全需求没有获得理解，频频上演的怒怒有可能是你的边界感需求或者尊重需求受到别人侵犯，职场失意的愤懑有可能是你的生活保障需求或者自我实现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些不如意的情境下，你是释放情绪的压力与他人恶语相向，还是克制内心的冲动，演一时风平浪静？天使与魔鬼只在一念之间。人的一生每天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冲突，内心挣扎于欲望与理性的矛盾冲动之间。你既想躺平享受生活，又想内卷追求富足。你既想享受熬夜刷手机的兴奋，又想获得健康睡眠的安稳。你既想体验与家人团聚的快乐，又想博取事业成功的成就感。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灵魂马车寓言曾生动描写了这种冲突。我们的心灵由3股力量构成，一名冷静的马车夫和前面牵拉的2匹马。马车夫代表着人类的理性，一侧的白马气宇轩昂，代表着人类的正面情绪和道德感，它无需鞭打驱使就能够矫健前行，追求荣誉与辉煌，奔向天堂。另一侧的黑马野性难驯，代表着人类的本能欲望，它脾气暴躁，可能引导你步入迷途。柏拉图的灵魂马车寓言提醒我们，情绪和欲望需要理性的驾驭，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如果你无视情绪对需求的表达，如果你放纵欲望的黑马，很可能陷入情绪化自动导航状态。这意味着你的生活变成一辆无人驾驶的马车，任由情绪坐上驾驶位。此时情绪控制了你，而不是你在控制情绪。你大脑中的警报系统已经关闭，你无法对情绪做出合情合理的反应。当你受到特定的外界刺激时，你就会下意识地做出惯性情绪反应，如同情绪上的膝跳反射。比如家人的一句话就会让你火冒三丈，朋友的善意批评也会让你陷入失落和沮丧。如果你经常处于自动导航状态，你就会被负面情绪绑架，坠入情绪失控的漩涡。情绪失控主要体现在4个主要方面：情绪盲点、策略失误、情绪忍耐力差、挫折伤低。情绪盲点是指一个人缺乏对情绪的认知、理解和接纳。悲伤时的痛苦
生气时的愤怒，焦虑时的紧张，都是人之常情。如果你不能辨认和理解它们，不能与它们相容共处，你就不会与情绪平静对话，与内心产生共鸣。策略失误是指一个人缺乏调节情绪的适应性策略，一是试图强行控制你的情绪，选择否认、压抑和回避；然而，你竭力回避的东西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弱小。二是转嫁你的情绪，选择宣泄、抱怨、攻击性的行为，这些错误的调节策略会阻碍你的成长和心理健康。情绪忍耐力差是指一个人在追求期望目标的同时，不愿意经历情绪困扰，将情绪视为敌人，有时脆弱得像块易碎的玻璃，还没有与情绪正面交锋之前，就选择缴械投降。挫折伤低是指一个人在经历痛苦时，无能力从事目标导向的行为，志向比天高，毅力比纸薄，可能是一次失败就能让你怀疑人生，轻易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可能是别人的一句冷言冷语就能让你丧失信心，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那么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无论这个世界如何风云变幻，你都要心无杂念，专注于捕捉你的情绪，随时随地调节你的情绪。正如王阳明心学所说，此心不动，随机而动。如何在外部刺激下做到随机而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格罗斯告诉你，情绪调节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动态过程，影响到一个人拥有何种情绪，何时拥有这些情绪，以及如何体验或者表达这些情绪。就像我们编辑视频一样，情绪反应也是有时间轴的，没有不可避免的注定结局。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可以对应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这就像是人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旅程，需要随时给情绪安装一个即时导航的 GPS。 这个情绪 GPS 导航系统是什么样的呢？1998年，格罗斯设计出一个情绪调节的经典过程模型，将情绪调节分为2大类：先行关注情绪调节和反应关注情绪调节。先行关注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完全激活之前，包括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一个常见的先行化解情绪策略是认知重评，对触发情绪反应的外部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以降低情绪冲击力。比如，你的孩子在考试前总是担心考不好，你可以告诉他，一次考试不是世界末日，不如把它看作挑战自己能力的机会。而反应关注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完全激活并改变行为之后。通用的调整情绪策略是反应抑制，抑制正在进行中的情绪表达行为。一是表达抑制，掩饰情绪的外在表露。内心如何倒海翻江，表面都要装作风平浪静。比如，即使你感到非常痛苦，也要在亲人面前强装镇定，让他们看不出你的内心感受。二是体验抑制，回避、忽视或者封闭自己的内在感受。三是与记忆切割，强迫自己不要回想痛苦的过去。根据詹姆斯·格罗斯的观点，一个人应对情绪的最佳方式是奔向冲动的悬崖边之前，提前给情绪踩刹车。先行关注的认知重评就是提前给情绪踩刹车，能够下调情绪冲击和行为冲动的强烈程度，也不会对记忆造成创伤。相反，后期的反应抑制策略虽然也能降低行为冲动，但是不能下调情绪体验的烈度，而且损害正常的记忆功能。心理学研究发现，先行的认知重评策略通常比后期的反应抑制策略更加有效，能够更好地降低负面情绪，改善心理健康。情绪是捂不住的，最终会以更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正所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与其等情绪爆发后再匆忙盖盖子，不如提前给情绪撤火降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有意识地采取先行关注策略去调节情绪，试图提前给情绪釜底抽薪。想象一下，明天你要参加一个工作面试，你很紧张，你去找一名知心朋友聊天，而不是观看职场霸凌的霸道总裁剧，这是情景选择。正当你与朋友闲聊时，你的朋友就询问你是否对明天的面试有把握，你岔开这个敏感话题，谈起上次的郊游聚会，这是情境修正。而那次聚会让你的朋友回想起当时感兴趣的那句话题，于是谈得津津有味，你只好避开他的目光，低头看向咖啡杯上的花纹，这是注意分配。当你的朋友仍然持续这个话题时，你告诉他这不过是一次面试，全当做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在阻止他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劝说自己，这是认知重评。人生经历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前一秒还风平浪静，后一秒可能波涛汹涌。而你的情绪如同海上漂浮的一叶孤舟，与你一路随行，前一秒还平静如水，后一秒可能跌宕起伏。詹姆斯·格罗斯指出，情绪调节是人生的最大挑战之一。情绪在说话，你需要聆听；情绪把你引向何处，你需要理解；情绪告诉你前面有一座冰山，你需要关注情绪的信号，提前改变航向。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情绪调节的高手，成为情绪稳定的达人。谢谢你的观看，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索情绪的奥秘。希望喜欢情绪讲坛栏目的你，点击屏幕右下角的红色图标，选择订阅。你的订阅、点赞或收藏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欢迎来到杜心空间，下期再见。